近期有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关注的除了美国民众，就是俄乌冲突的攸关方。这些政治角力如何表现在俄乌冲突当中，对未来美俄关系又有何影响？一个颇为微妙的关注点是，俄罗斯方面9号宣布从赫尔松撤出，为何俄方选择此时宣布撤出这一战略要地？该行动会否成为俄乌冲突的一个潜在转折点？来看看分析。9号当天，在听取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苏罗维金的汇报后，绍伊古对其下达指令，开始组织俄武装力量从第聂伯河右岸向左岸进行战略转移，并着手撤出驻赫尔松的俄军。这意味着，经历半年多对赫尔松市的占领之后，俄军将从包括该市在内的赫尔松州前沿阵地撤退，并将放弃进一步进攻乌克兰南部腹地的前沿阵地。关于撤军原因，俄方表示，乌军或将继续炮击卡霍夫卡大坝，从而造成洪水泛滥和平民死伤。实际上，当局在10月就开始撤离赫尔松部分低地的居民。赫尔松州的同名首府赫尔松市位于乌克兰南部，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老城。今年3月2号，俄军占领赫尔松市，这是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占领的第一座乌克兰主要城市。应该说这次撤退呢，确实是对俄军来说是继这个哈尔科夫战线失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挫折。它是因为这个，我们说其实赫尔松是2月24号开战以来俄军占领的唯一一个乌克兰的这个地方首府。而且呢，这个在此前的这个4周的入俄公投之中呢，这个普京还宣布这个包括赫尔松州在内的这些乌克兰这些领土永远属于俄罗斯。所以这次这个撤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重大的挫折。俄方这次撤军决定出人意料，因为乌军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围攻此地，而12月当地的土地将冻结，这将给军事行动造成巨大困难。而就在最近几天，俄罗斯顶级军事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普萨诺夫还撰文分析了为何俄军必须守住赫尔松。他认为，俄方投入几乎全部力量来攻打赫尔松，而赫尔松对俄军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9月哈尔科夫的失败和比尔哥罗德沦为靠近前线的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他解释，赫尔松已经举行了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决，失去赫尔松将意味着北克里米亚运河将再次失去功能，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概念将受到严重威胁。舆论还注意到，俄方宣布撤军后，乌方反应却并不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兴奋。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在乌克兰国旗飘扬在赫尔松上空之前，谈论俄罗斯撤军没有意义。但西方舆论非常兴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称，这一行动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撤退之一，可以说是俄乌局势的潜在转折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正在等待当地局势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则点名，撤退意味着俄方在战场上存在真正的问题。他还表示，在第聂伯河将两军分开后，莫斯科和基辅将舔舐伤口，决定将在冬季采取哪些行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呢，其实这次撤军，它其实是俄军的一个主动的行为。他是考虑到这个后方补给的这个困难，主动选择收缩战线，把这个军队转移到相对来说更容易补给的地区。所以其实未来这个赫尔松战线，还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进展，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观察吧。他并不是说他这次撤军他就一溃千里了，这条战线就整个就丢了。俄军放弃赫尔松的时间点也很微妙，因为这个时间与美国中期选举几乎重合。此前有舆论预计，如果拜登跛脚，那么很可能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中缩减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美国舆论以泽连斯基最害怕民主党中期选举失败为题进行报道。德国《明镜周刊》也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中很多众议员都遵循特朗普式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乌克兰或欧洲安全不感兴趣。8号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演讲中督促美国国会议员，无论是哪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宣布撤出赫尔松之后，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普京将不出席即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而对于美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虽然中期选举很重要，但没有必要夸大其对俄美两国关系未来短期或中期的影响，它不能改变任何本质上的东西。他强调，俄美现有关系很糟糕，而且会一直很糟糕。这次民主党他虽然输了，但是这个输的并没有那么难看，所以这个看白宫上下还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它不会改变现有的这个援助的政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认为俄军宣布撤出赫尔松对整个俄乌冲突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对待赫尔松地方的态度就可以了。在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是仅仅用了7天时间，就集中精锐部队拿下了赫尔松。赫尔松也因此成为了俄军在乌境内控制的首个大城市和首个州首府。在正式开战半年之后，已经守不住了的俄军曾经准备放弃赫尔松，但普京却反其道而行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征兵死守。同样，乌克兰也是摆出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下赫尔松的姿态。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无非是因为赫尔松所处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位置非常的特殊，它既是俄军从克里米亚向乌东其他地区进行补给的重要生命线，同时也是俄军对乌克兰其他地区进行军事打击的桥头堡。因此外界把赫尔松的得失看成是整个俄乌战局的一个转折点，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赫尔松不仅控制着向克里米亚输送淡水的运河，而且赫尔松还是航运、海军和其他重要海上航线的通道，距离克里米亚仅仅100来公里。对于乌克兰而言，欲取克里米亚必先取赫尔松。对于俄罗斯来说，赫尔松一旦失守，克里米亚就基本上门户洞开了。除此之外，由于不久前赫尔松州已经公投入俄，这个也就意味着赫尔松的丢失等于是俄罗斯已经丢失了本土，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此这件事情对双方的军心与民心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既然俄罗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来攻占并守卫赫尔松，那他们最终为什么又选择放弃呢？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已经不在于俄军为什么会选择放弃赫尔松，而在于俄军为什么会拖到今天这个关系的节点上才宣布弃守赫尔松。我所说的这个关系的时间节点，指的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为什么俄军早不撤晚不撤，偏偏在这个时机点上撤？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俄罗斯方面的刻意安排。俄军死守到这一天，其实就是为了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结果。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在这场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长达半年以上，并且开始在局部领域内反守为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到了来自北约，尤其是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假如美国的援助一旦放缓下来，那乌克兰的士气与进攻的势头立马就会受到重大影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乌克兰会选择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对赫尔松发动总攻。因为在中期选举前拿下赫尔松，就意味着拜登与民主党援助乌克兰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就是在为拜登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在助选。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就会源源不断，也就是说，俄乌双方都以军事斗争的方式间接地参与了美国的中期选举。他们表面上打的是军事战，但实际上打的这是政治战与外交战。遗憾的是，乌克兰虽然拿下了赫尔松，但是却并没有能够赶在中期选举前把它做成对民主党与拜登的献礼工程。而俄罗斯虽然最终在军事上丢掉了赫尔松，但却在政治战与外交战上
达成了自己的预期目标。而在完成了政治与外交任务之后，俄军也就没有再死守赫尔松的必要了。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说，拜登政府正在拖长俄乌冲突，并寻求通过出售军事装备和液化天然气牟利。您对此如何看？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确实通过出售军事装备与液化天然气谋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我认为，当前最想让俄乌冲突速战速决，想以最快的速度打败俄罗斯的，除了乌克兰之外，就是美国与欧盟。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场俄乌冲突打的不仅仅是军事战，还包括经济战、舆论战、民心战、政治战与外交战等超限战争。直接的军事战争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打，而包括经济战、民心战在内的超限战，这是俄罗斯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打。而且前方的军事战与后方的超限战又是互为因果、密切相关的。假如俄乌在正面的军事战场上打的时间太长，那就会导致西方的国家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进一步飞涨，民怨进一步沸腾，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执政当局在政治与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没有办法完全放开手脚来支持乌克兰。拜登与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之所以会丢掉众议院的控制权，根源就在于这里。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供应军火，用的也是他们自己的民脂民膏，消耗的也是他们自己的财政资源，他们实际上也是硬着头皮在做的。在俄罗斯看来，随着冬季严寒的到来，欧洲将会因为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进一步飞涨，而陷入到饥寒交迫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本国政府支援乌克兰的民怨将会进一步沸腾，西方将在这场经济战、民心战、政治战与外交战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